转亏为盈，所以怎么样？它最近突破了上市以来的什么新高？嗨，大家好，我是 Judy。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介绍什么呢？延续前3个礼拜介绍的电动车概念股，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个股是飞鸿。好，我们看一下呢，照例我们在讲个股之前呢，我们都会把它的产业这个地方做一个分析，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产业分析的部分呢。这个电动车跟燃油车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不会造成空污的问题。这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讲过了，因为从燃油车变成电动车的话，那有一些原来燃油车的零组件这个地方就不需要了，那走到电动车这个地方就会新增电池组啊，还有一些半导体电子相关的啊，包括电源的转换啊、传输一类的需求就会增加了。这就是电动车跟燃油车。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已经连续看好几集就知道，就是说电动车呢，从2021年到2025年的时候，它年复合成长率超过 45%， 那需求呢高速成长，那变成说呢，电动车一直出来，充电桩这个地方呢速度跟不上电动车出来的速度，所以未来我们预估电动充电桩这个地方呢将大幅的做一个成长的部分。好，这就是我们在讲电动车的部分。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各国禁售燃油车的法规，从欧洲的2025年一直到我们台湾这边2040年这个地方呢，各国陆陆续续的在淘汰所谓的燃油车，电动车不断的往上提升的过程中，它的销量就会增加。那增加之后，电动车多了以后，充电桩这个地方呢有一个2:1的标准的比例，但是目前连最积极的中国这个地方呢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显示未来几年呢各国建置充电桩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那我们介绍的这只个股是飞鸿啊，它是一个转机股。为什么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哈，就是以飞鸿这家公司来讲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它最主要的主力产品就是电源供应器，但是它的电源供应器它所供应的那个产业这个地方呢，因为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竞争激烈，怎么讲呢？它之前是提供手机，后来它是提供面板，那这个2个产业大家都知道产业竞争非常的厉害，所以它利润相对有限，所以飞鸿早在10年前的时候，它就开始往电动车相关的设备这个地方做发展。他认为就是说，在电动车如果售价能够降到100万元以内的话，那整个电动车的销量就会大增，那对于充电桩的需求这个地方就会大增，所以呢，他就把他原来一个做充电桩的事业部这个地方切割出去，就叫做了驰诺瓦这家公司，现在是已经变成是飞鸿100%转投资的子公司。那这个地方因为采权益法入账，所以在它合并报表这个地方都会显现出来。那我们看到这是它的主力产品的电源供应器。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属于电动车的充电桩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营业比重虽然比较不大，大概10%左右。那这个是到2022年的前3季的数字，但是我们认为未来这个地方成长的空间相对比较大一点。这个它100%的子公司叫驰诺瓦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设备商，它具有所谓的设计呀，还有模块的制造、软体组装、销售跟售后服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讲过，全球的充电站的市场规模呢，会有复合成长率，从2022年到2030年这个地方复合成长率31.5%，所以大家都很看好驰诺瓦这家公司后续的发展。好，那接下去呢，这张电力流程图呢，我们在上个星期讲台达电的时候跟大家讲过。那在飞鸿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样，它除了充电桩这一块以外，它也往储能这边跨。为什么呢？事实上在充电桩这个地方呢，因为比较好去介入，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竞争对手比较多。那在2021年呢，它已经打入所谓的壳牌的那个全球的充电桩的设备供应商。那同时在2021年的12月的时候，台泥有去参加它的私募，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看好，就是说飞鸿未来会在储能这一块。那储能这一块我们上次已经跟各位解释过，就是说用电有高峰跟离峰的时候，而且我们收集的这些包括了一些绿色的能源这个地方，它本身比如说太阳能板去吸收电力的时候，夏天我们收集比较多，可是在冬天就会比较少，所以在离峰跟尖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储能时候，所以在储能这一块这个地方就有相对的商机。就是因为台泥它有参加私募案，所以飞鸿目前的充电桩的产品都是有
有经过台泥跟壳牌的认证，那借着这些大公司，然后去推广充电桩的相关的产品。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财务分析哈。财务分析跟以前一样哈，我们所有的公司都是用 ROE 去给它做一个比较，然后接下去呢ROE 它就分作2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它的公司就是税后除以股东权益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切成3块，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我就每个礼拜告诉你，你一定记得起来的。那接下去我们看飞鸿的财务报表，好，你应该没有看过我们过去介绍的公司 ROE 几乎都是逐年往上，而且都是正数的。这一家公司我们看它从到了2021年的时候 ROE 都还是负5.91，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呈现什么亏损的部分哈，然后就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因为电源供应器这个地方就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利润又相对有限。可是好消息是从2022年这个地方，它已经顺利的怎么样转亏为盈了。那 EPS 有0.19元。那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它10年前就开始准备，然后在2019年开始切入了充电桩的相关产品。那2022年呢，就是说充电桩的营收呢，法人这边预估大概快到20亿左右，获利这个地方是损益2平。今年法人去预估它的充电桩是成倍数的成长EPS 贡献是1元，也就是说它的充电桩的营收已经到了损益2平，然后后面贡献1元，不用我说，大家就知道，大家就会看好它2023年的获利成长的幅度。那目前为止我查了一下，就是说因为它是一家转亏为盈的公司，那目前我录影截止它还没有召开它的法人说明会，所以一些2023年的预估数字都没有出来。但是大家去想想看，我刚刚法人已经去预估它充电桩那个地方就贡献1块钱了，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它在2023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它的大幅的成长，所以不用我讲后面的技术分析，你大概都知道它的技术分析是怎么走了。好，我们来看这家公司，你看这家公司呢，过去就是在现在一个箱型的整理，我们已经讲了哈，它那个一会切入手机市场，手机后来竞争激烈，后来切进面板市场，面板也是竞争激烈，好不容易终于找对了方向，就是在充电桩这个地方介入之后，大家看，因为它转亏为盈，所以怎么样？它最近突破了上市以来的什么新高。好 OK， 那讲到这边为止的时候，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说后面怎么走呢？那我们要讲过，就是说当我过了前波高要什么关键 K 棒，那关键 K 棒出来以后，我们还要看它拉回的时候是否能够守住，这个就是说它已经过了前波高，过了以后拉回的时候最好去守住前波高或者是这个关键 K 棒的下颈线的位置，这个地方相对才会比较强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以这种转机股呢，它未来的业绩如果符合市场的预期，然后整个就是说逐步的每年的业绩持续随着充电桩放量逐步的往上走的话，那它走成功上涨 N 的几率就高。那如果成长速度比较缓的话，就是正常上涨 N 盘涨。那如果公司的决策有错误的话，才会出现失败 N 跟倒 N 型。但是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就是走第一跟第二的情形的几率会比较高了一点。 OK， 我们已经连续了4个礼拜去跟大家介绍电动车概念股，我相信大家听完一定觉得不够瘾。为什么呢？因为电动车相关的股票这么多，你说Judy只讲1个月不够啊？我当然知道你觉得不够啊。我们下个礼拜要讲什么呢？讲非电子跟电动车相关的，也都是今年的标股，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下个礼拜继续收看。拜拜。没有，我忘了要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